讲的就是要讲楷书和行书的结构。这个行书跟楷书的结构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你不能说一个中文字它长得怎么样，它是有固定的一个结构方式，你不能随便乱改啊，或者是说你想把哪一笔拉长，把哪一笔剪短啊，当然不可以随便改的。那结构的组合方式啊，比如说金银的金，它是单一个字体，它没有跟其他的结构合并。如果银呢，银就是一个金跟一个艮两个结合，对不对？好，所以每一个字形它都有它组合的一个，等于是方程式。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讲我说我教你们的一些方法，其实就是像中医师在看诊一样，中医师在收徒弟，他有一个基本的药方叫做汤头诀，知道吗？你学徒一定要背汤头诀。汤头就是说感冒的时候一定有基本的那几个药，但是要看你是冷症还是热症，然后再来君臣佐使，要加什么药方进去。那这个汤头诀等于就是说写书法的一些要领，有一些规则，你这些规则你必须要去记起来啊。所以学书法其实非常简单也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你懂得这些汤头诀，然后变化呢是由你个人去变化的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楷书跟行书结构啦我想这个不管是初学者，或者是你已经写了几十年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说一个结构的合理性它必须先有合理性，然后再去找夸张性。就是一个字可以这么一个合理的结构，但是合理的结构看起来就是没有味道，那就必须要创造出一种个人的夸张的一个结构出来。那这个结构呢，不是自己创造，而是从临帖，从古代的一些名人的这一些法帖里面去临习，然后把各家的优点你把它汇聚起来也就是择优的去把它纳为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自己去创造所以今天先来讲这个楷书。那楷书大概就是有这几个有9个，我列出9点了第一点呢，当然就是分间不白这个分间不白，我们在讲呢，就是楷书的结构的笔画，它要怎么去分那个间隔。我想这个如果你们写书法写了几十年的，大概都知道说这个我都懂对不对？问题是每一个人对距离目测的那个敏感度不一样。老师你讲的我都知道了，我也知道要这样分啦，可是怎么写出来不如所愿就是你这一只手并没有办法受到你大脑的指挥，你的大脑有在这样想手写不出来，那是心手没有相应，心跟手没有办法搭配成为一个组合，所以你脑筋有这么想，你也知道这么做，可是手就写不出来。手写不出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练得不够，你在
技术上练得不够，所以大脑没有办法指挥你的手去做啊。那只有一个方法嘛，就是勤练嘛。这个不用讲，就是你写多了，你自然就有办法嘛。我们拿这个柳公权的玄秘塔，或者是欧阳询、九成宫、李全民他们这个字，两个人的书法风格是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分间布摆是一样的。例如，我们看这个山。那这个山，这三个书画，那三个书画分成两个间隔，那这两个间隔是一定是要一样一致或者是这个折，这里面有两个短横，这1、2、3这三个间隔，或者是刀部跟背的这两个间隔，那这一定要一致。它的分间布摆要平均好，那例如像这个壁我们这个壁呢，其实像这一边跟心这里因为它们是有两个组合在一起的，所以呢都互相要压缩。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错部，所以等于是1、2、3个部分来组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那个字形结构的结构方式。就是说，这个错部跟这个心跟中间这个地方的这个留白呢，它一定是要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写楷书必须要做到的。我们放大来看那当然了这个欧阳询或者是颜真卿也好，柳公权、虞世南这一些唐朝的楷书，我刚刚讲过了，唐朝是重法度的。为什么？因为唐太宗就是用书法来考试，考你书法能够写好，我就任命你当官。他不是考你学问，也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就是要写考文章什么的，但是书法是必要条件。所以唐朝的人为什么写书法都那么工整，楷书写的都那么工整，笔画像这个笔画都一丝不苟，下笔也好或者是勾也好，撇这个着短点这个都好，一丝不苟。就是因为他想要当官，他必须要考试，所以唐朝就是一个重法度的一个朝代结构呢，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奇怪都就是有眉毛、有眼睛、有头发、有鼻子、有嘴巴，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就是他可能各个器官、五官的每一个地方，有宽窄有距离，有近有远或者是脸型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吧就是你要认识这个字，你必须要知道它长得怎么样。就好像我是很不喜欢参与政治，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政治人，必须要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什么？要认人。这个认人非常重要。你要见了一面，你就要记得他长得怎么样，他有什么特征。所以我们在认识一个字，就必须要知道说这个字它是长得怎么样。例如这一些字都是扁平形的，像之也山你看它高度没有那么高，宽度比较宽。所以如果你在写这些字，你把它写成方形的，或者是甚至是高高瘦瘦的，那都不行。那你要怎么知道
什么字是长得怎么样的？我这里只是举3个字的做例子而已啊，那就也是一样要临帖嘛。你临了帖以后，你对这个字你就要去记得它嘛。然后我在现在上课的学生里面啊，他们在写书法，要写来给我改，他甚至连少写，比如说写战争的战，然后写战争的战，结果呢，这个写歌的这一撇竟然没有写。我说啊，你这里少写一撇，你没有发觉吗？有，对哦。我说你写完没有看吗？有啊。我就觉得不晓得哪里怪怪的，少写一撇他都不知道。我说这个字，我一看就是我认不得啊，我就知道你少写一撇啊，你怎么不知道呢？这个就是说，你对那个字形的结构你要去记清楚。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这一种是3/5的高，这个高度3/5，宽度2/5，这种字形都是比较高的，3/5跟2/2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中文字的字形都是长得这样，就是高比宽大一点。它不是扁扁的，也不是瘦瘦高高的这一种字形当然，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要分间不白啦第一个我们讲了分间不白，这个非常重要嘛。再来讲认识它的高宽比这个是方形的字，方形的就是1:1。宽度跟高度是差不多当然像这个围，虽然密字边稍微比锥矮了一点锥的高度是比较高那这里是比较低但是如果以整体来讲，从左边这里到右边这里，还有从这里到这里，它的高宽比是一样的这一种跟我们刚刚讲的那种3/5比2/5的不一样另外像这个殿还有这个七这个都是比较属于正方形的虽然它不是像说一个围部一国家的国那个围部那样子的四方形的，不是这样我们在计算一个字的宽度高度的时候，如果只有一笔伸出的比较长，那个都不算在里面。例如你不能说这个宽度从这个撇的这个尖尖的这里，然后算到那这里，不是这样算，而是算到这里而已，这个伸出去的都不算。